亲爱的蛋总，有一个长得一般的人，老是自称梁朝伟，1.7米，可能也不到吧，咔咔追我。他因为成绩太差，挂科太多，还导致休学了。我呢，1.76米，普通长相，身材不错，学习积极，善良，重感情。一开始我也没有考虑他，后面被他的一些花言巧语打动，想着找一个对我好的也行吧。我选择向下兼容，这么个向下兼容啊，1.76米兼容1.70米啊，这就叫向下兼容是吗？你是这么理解向下兼容的？物理意义上向下兼容啊？我以为这样他会珍惜我，然而确实痛苦的开始。放假我去他的城市找他玩，整个谈恋爱的过程中，我也对他真的是特别真诚，特别好。随后因为我明年要考研，所以去考研班学习。异地2周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前女友用小号来找他复合，他把人家删了。当时我再次愚蠢的相信了。过个几天，他跟我提出分手吧，说了很多理由，甚至说2个人喜欢听的歌不一样，这种扯淡的理由，并且分手的过程中仍多次跟我强调没有第三者啊。随后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拉黑我，马上关注前女友，各种官宣，意识到他无缝衔接，回头旧爱，我全程被骗，我感到恶心。更离谱的事情来了，这个女生通过这个男的找到我的各大社交平台以及我的电话号码，开始给我私信、短信、评论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骂我 cheap， 造我谣啊，说我是很不好的那个。除此之外，还用他的手机号和男的手机号半夜3更打我电话。因为我知道跟这种人对骂没有任何意义，但是我心里有股恶气出不了，我就是非常受伤，非常委屈，精神上受到了创伤，我都有点不敢再谈恋爱，不敢相信任何人，似乎失去了幸福的能力。但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或者劝劝我？所以说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所以从一开始是吧，就要相信直觉。所以你说你这气不气？加倍气，说觉得自己还向下兼容呢，哎，让人给甩了，你说这不加倍生气吗？就是人嘛，对吧？真诚的面对自己啊，真诚的面对。然后呢，我也觉得你可能是生气太气了，所以你这个对历史的描述啊，可能记忆已经扭曲了。你现在又说他丑，又说他炸，又说他那，意思当初是向下兼容。我现在怀疑你当初就是挺爱的，然后现在有点那个痛苦难受，就想篡改历史啊，篡改自己的记忆，说这个当时是向下兼容，当时这个不是这个那叫什么？不是爱，没必要，诚实一点，对自己真诚一点。这不倒霉吗？这不纯倒霉吗？倒霉就倒霉呗，咋办呢？你碰上个有病的前女友吗？这女的不有病吗？她攻击你，你跟她对攻，这不疯了吗？就给她拉黑不就完了吗？啊，私信评论、人身攻击，她不是造的是谣吗？你让她说呗，那你看看到最后谁丢人？行得端坐得正是吧？有人造谣，你也不用解释，你也不用干嘛。他自己的那种行为就是会反噬自己的，什么你都不用干，你给他拉黑不看他就行。他俩在一起不挺好，有啥不高兴？蛋蛋反战，对，我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没必要，对吧？自我解释，自我证明，哎呦，然后报复，以暴制暴，这个没什么好下场，最后都会就是无尽的循环，陷入一个痛苦。你就从这里停，就从我这里停，这个痛苦到我这就停，我也不跟你解释，我也不干嘛。到我这里就停了，我也不会还击，我也不会干嘛，就停，到我为止就停了。你自己爱嘚瑟呢，最后就都会你自己就会伤害自己的。我什么都不用干，我是这么处理事情的。到时候我也懒得解释，我也懒得跟你对吵，你自己那个你会倒霉的，不用我干嘛，我好好的就行，我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。四道谱，对，四道谱。但我的主题是谈恋爱的过程中消费观造成了差异，该不该继续谈下去？我和男朋友现在呢，确实是相互吸引。他让我感觉他是个很真诚的人，平时也很照顾我，日常细节蛮到位。但是落实到花钱的方面，其实我就会有些不舒服。我是工作了，他工作了2年，还考了研，现在又上学。他工作期间就赚到了读研期间的费用，不靠家里了，我倒是挺佩服。但是相对的问题就出现了，他消费观念跟我有差别。我俩出去呢，相当于 AA，他主张谁提出谁消费。我觉得倒是没啥问题，而且可能因为我确实太喜欢吃好吃的了，就也会请他吃贵一点的东西。他请我吃呢，就吃便宜一点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但难受的就在于一起去住酒店，我可能会选一个100-200，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平价的酒店了。但是他还是会尽可能找性价比很高的地方。便宜，而且里面环境跟10多年前的风格一样，这让我非常的不舒服。我宁可吃饭可以便宜一些，这个住酒店真的不想妥协。在我说了出来之后，
在我说了我来出钱之后，他才愿意，这就让我心里很难受。还有就是他的生产环境可能对于节日没有概念，我今天生日，他可能准备礼物，但他说是什么博主推荐的小套装，且还是挺平价的，我就顿时有不好的预感，而且也没有花，没有任何仪式感的东西。口头也是我说了，他才说了一句，花后面也是我觉得我想要让他买，他才买了。虽然我说了，他也都做了，但是整个就觉得真是没劲呐。我是那种很喜欢给喜欢的人日常送点小东西的人，也给他送过很多礼物了，我是图回报的。但是他连我生日礼物都敷衍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会无语到什么程度。他自己的衣服、鞋、包，还有吃饭，确实都比较节俭。他的毕业论文还打算写关于大学生绿色消费的，所以他真的是不是故意对我抠。我家庭条件嘛，确实对他比起来稍微好一点。所以我消费观呢是以我喜欢为主，而不是它的性价比为主。一方面他不靠家里自己供自己读书，我真的体谅这一点，但另一方面会觉得他这种对日常消费的这种观念和我真的不一样。久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，你坚持不下去啊，你保证坚持。他是不是工作之后依旧会这样？大概率会。而且读研他还得有3年，除了消费观以外呢，他也没啥毛病，真的是很正派的一个人，不花言巧语。笑起来也很阳光，但看了那么多情感博主，其中认同一点是成年人不做改变只做选择。情感博主都进化成这样了，这个不做改变只做选择是 HR 招聘的原则，是这个创业公司 HR 招聘的原则，说对成年人的用工来说不做改变只做选择，怎么这成情感博主了？所以我不知道以后我该怎么选择。这一般是招聘说这个就招这个选择就好，不要做改变。这怎么蔓延到情感领域？情感领域你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啊，但是具体到你这个情况吧，也可以分啊。你这说法不一定对，情感领域改变一定会改变的，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改变的，但是是被迫改变还是主动改变，是单方面改变还是一起改变，这就比较细节了，是不是？也别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对方不会为了你改变，对方无法改变，会改变的啊，人肯定会变的。只不过是你强迫他改变。我就这么说吧，两个人在一起，你想让他变，你是希望他变了以后，他对他来说更好一点，还是对你来说更好一点？如果你的初心、你的发心就是说他变了以后，他能过得更好，他能更成熟，他能更好，连带着我们这段关系会更好，然后最后第3我才能更好，这就是可以改变啊，这就是可以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你若说不行，他要变，他变了以后对我更好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关系会更好。他好不好，我不是很在意，我不关心他怎么想，他错了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他得变，这大概率就不会好。这个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，对方就不能改变，能改变。但你是不是真的为他好？你真的是全心的爱的奉献，你会看到奇迹的，他就改变了。而且客观的现实是，确实对你也好。发心很重要。具体到他这个情况是什么呢？是吧？很显然，如果你的发心是说，朋友兄弟啊，我亲爱的男朋友，你现在省吃俭用，你过着一个痛苦的生活，对自己那么节俭，我希望你稍微能体会到花钱的快乐，你能花钱以后，你也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，你也能发现人生更多的乐趣，你眼界也能开阔，你可能是吧，对你的研究生论文研究都有帮助，你能变成一个更成熟的人。你如果是这种发心，他有可能能变的。如果你的发心是说这么抠呢，不能多给我花点呢，这变不了，而且你会越来越难受，赶紧分了，没必要啊，没必要耗时间，年纪轻轻的换一个不得了吗？他为什么一直抠不去多挣一点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对，你说的非常好，对啊，是啊，你说的很有道理啊。但是对这个姐妹来说，最简单的不就是分手吗？我刚只是延伸开多说一点，买个咖啡睡觉去了，晚安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延展开跟大家讲一讲，给一个简单的答案呢，很容易的是吧？说分，大家咱们这个小卖部互相读信，彼此陪伴，这都12点多了，你也不是为了过干瘾吧？肯定还是吧？希望有一些万一呢，对你的人生有一点点帮助，我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就是你碰到了这种哪都好的伴侣，但他身上就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想让他变，你可以试一试我刚说的那种方法，试一试我那种发现，可能你会发现一个奇迹。什么方法？我说白了，我真白说了呀。你刚没在吗？应该也就3分钟之前吧，朋友们。什么方法？我刚在跟谁说呀？体会到了那个以前我老师的无奈。但我老师有时候也是叭跟我说半天。我说那所以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体会到了他那种心情。方法就是跑，不是？这你看这还有这个自己学习成绩不咋样的朋友还挺热心。
还在这交头接耳，还传递上了。说老师刚说了，方法就是跑，谁跟你说了？你给我回来！你这学习成绩不好，你这人品还不错，你这自己没学到吧，还教上别人了？你看，你给我消停了！谁跟你说的？你这学习成绩有你人品这一半，你也够使的。人品还挺好，这不是热心。方法就是跑，跑什么跑？再说一遍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好好听啊，朋友们啊。发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做一件事儿的用意，你的起心动念，发心，好吧？起心动念。就我做这件事儿的目的、动机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就是大家看别人的时候，看别人不要论人家的心，就是别揣测别人的动机，他做的事儿就看行为就好了。但是为什么说道德这个东西只能要求自己呢？要求自己的时候，你就要问问自己的心了。问自己就不要问自己什么行为什么的了。你装好人，你自己是知道你在装好人的，是吧？就问自己的心。做人做自己就是道德要求自己，不要要求别人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是看自己的发心。具体到说想改变伴侣身上的点这件事儿，就问自己的发心。我想让他改变，是为了我过得更好，还是为了让他过得更好？如果我的发心是为了让他过得更好，其实最后你会神奇的发现他会改变的，很自然的就变了，你会做出来的啊这个事情。但你的发心，你问自己，你骗不了自己吧？你想让他改变，你想让他大方一点，或者说你想让他这那什么玩意儿一点，其实你只是为了让你自己过得更好，那大概率他也改变不了，你们这段关系也不会变得多好。想让别人改变，他改变不了，那就分。哎，行好，哎呀，行，说白了，我真白说呀，我这，哎呀，为啥一个这个，哎呀，为啥一个这个大题非给我改成简答题呢？明明是道大题，我展开议论一下吧，这500字议论大题，这非给我改成这个判断题。说好，同学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说麻烦死了，直接分对，其实也对。只不过呢，就是人生啊，有时候它就是要麻烦一下。确实，我刚说那些都很麻烦，分是最简单。但有时候怕麻烦，并不能避免麻烦，迎着麻烦而上呢，反而可能是最不麻烦的方法。这个人生的麻烦是一辈子都麻烦，一直都在啊。如果分能解决一切问题，那真是太好了啊。但是有那个佛学的那个宗萨仁波切啊，就是他是个那个叫什么仁波切了，他都是吧？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说的很好啊。突然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过一句话啊，他不是研究佛法的吗？他说，如果死亡可以真的带来解脱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死。可惜不能，好好活着啊，朋友们，好好活着，活得麻烦一点，其实是不太麻烦的。展开讲讲，不能展开讲。我这个展开讲啊，马上啊，就以刚刚我这个班，我看我已经看了，我这个班啊，我这个班平均的这个同学的性格，我感觉我已经摸到一些了，有几个字头。我一展开一讲啊，我一会儿讲个半个小时，他们保证给我在下面说听懂了就是死，所以我不能再展开讲了。大家好好活着啊！以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体性格水平，我这不能展开讲了。这个大家好好活着啊，别闹，老师错了啊，不讲了，真可以啊，好好活着。5分钟饭圈了，太幽默了。我小时候也这样啊，也不是说小时候吧，就是我在听别人讲东西的时候，我也这样啊，都不是小时候，可能挺大的都是这样。说那么多干嘛？啊，毁灭吧，赶紧的，这样确实很过瘾。但是人生它毁灭不了呀，问题是不是？好好活着吧。衣服的背面，看看正面完了啊，背面没啥。自己的发心怎么改？你这没啥好改的。你发心，你就发个善心，其实是最容易。我是相信人性本善的，你就发个善心。你们平时没事刷这个小红书啊，刷这个短视频，你看着那种就是谁又去帮助了一个特别可怜的人啊，说拯救了一个流浪猫猫狗狗的生命啊，特别勇敢的那种啊，车祸里救出一个人啊，看到那些不哭吗？啊，看到那些不感动吗？你看那些感动，你就是心里其实就是善的嘛。这发现很容易的，这不看的都哇哇哭吗？对吧？你去发现就是善良的。你呢，只是说大部分时候呢，你看这些时候哇哇哭是吧？手机一放，一回头又看着自己对象了，其实就是你想想你那种善良，对他也可以的呀。你为什么对他不能？对不对？一想，其实一想就想明白了。很容易的，因为对象不可怜，他会可怜的啊！你老这么想，我不相信他会一直不可怜，他肯定会可怜的。你老看他说一点也不可怜呀，你这人，你老这么想，他慢慢就可怜了。哎，这个班真难带，妈妈总是洗脑买保健品怎么办？这个确实是个难题啊，只能多陪伴啊。老年人一般来说被洗脑买保健品，是因为这个寂寞孤独，有人关心他。这些卖保健品的主要提供的是情绪价值。
你给他提供点，他能好很多。我爸我妈就挺好，我已经给他们洗脑洗的比较好。我有一天转一个那种，就是你得培养他那种骄傲的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有时候我会转一些那种科普的那个视频啊，发给我爸我妈，我爸会突然很骄傲的说：“这个医生我经常看。”你得培养，然后你就夸他，你说哇，比我懂得多，引导科普的他们都看不进去，就慢慢的就看进去了。其实现在做科普的就做的很精彩的，它不光是那个知识啊，它也很好看的。找一找，你自己多刷一刷。我亲爱的蛋总，哎，特别喜欢你。我还是一个大学生，我想问一下大学生的情感的问题。我和一个男生暧昧，他也经常给我送吃的，并且约我散步，一起吃饭看电影。他花时间和精力为了我，所以我感觉他应该喜欢我吧。但是我总感觉他喜欢的不是真实的我，因为我们是社交软件认识的，他只见过化妆后的我。和他开始暧昧以后，我总不想素颜在他面前出现，不想让他看到我不好的一面。我因此有点焦虑内耗，同时也想给他送点东西，总觉得亏欠他。亏欠啥啊？我应该对他有回应吗？哎呀，如果他给我送东西我不回礼，是不是不太好？给你送啥了？送吃的。你给他送点吃的，牛退退。我如果给他回礼了，是不是他就认为我很喜欢他了？你难道不是很喜欢吗，姐妹儿啊？这学艺不精，还给我搁这玩上招数啊？你不就是挺喜欢人家吗？年纪轻轻就真心换真心呗，你这啥也不会呢，还给我这，我不能给他送礼吧？我给他回礼，他是不是就知道我很喜欢他？寻思啥呢？啊，想跟人下棋呢？会下棋吗？棋也不会下呀。这马走日上飞田都没弄明白，想跟人家下干嘛？这不疯了吗？我很纠结，纠结啥呀？是吧？我不知道他是喜欢我的外表还是什么，总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他对我这么好，因为你本来就很好，好不好？纠结个屁呀！这简单的道理不能明白吗？你本来就很好，这个想一想，没事每天想一想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暧昧期间出去看电影要 A 钱吗？有姐妹说谈恋爱要 A 钱，但我感觉这样会生分，关系就不亲密了。求蛋总指点，非常感谢。求你不是请你看电影了吗？电影票一张多少钱？60块钱，差不多吧，贵一点60，便宜一点20-30都有吧？是不是？你给他买罐牛脆脆啊？对，30-40-45都有。你买罐牛脆脆，你就不用跟他 A 钱了。他请你看电影，你请他吃牛脆脆，不行了吗？你要是觉得这个经济上，你俩还没有谈恋爱，没说好要不要 AA 的时候，就这样就行了。整点这个以物，好不好？小朋友，整点这个以物，行不行？以后俩人在一起了，商量商量，说咱俩以后要不 AA 什么的，就是敞开了说就行。现在这个暧昧期，你心里不得劲儿，你就以物就可以了。纠结要不要素颜见，你赶紧见，有啥好纠结？水上乐园有没有啊？哪个城市啊？这个季节去水上乐园，我也是，我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的？这个季节不行啊，别去啊！这个，除非在海南啊，这不然太冷了。那个整点那个什么的，打篮球什么的，啊，没啥的，赶紧速，抓紧速。洗浴中心，那洗浴中心不是你们那洗浴中心，他俩啥意思啊？进门的时候，然后出来的时候说，哎，你出来了，我也出来。说约会去洗浴中心，那太奇怪了。这约会是啥内容啊？也见不着彼此。泡温泉不太行啊，泡温泉不太行，人家这还没确定恋爱关系呢，这泡温泉有点。这小姑娘这个性格应该说不出口，这太奇怪了。其实一帮朋友，这天气好的话，一帮同学一起去水上乐园是挺快乐的。但是这会儿不太行，太冷。一起去洗脸吧。哎呀，你看，要不说我这个小卖部还是有智者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主意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对呀，要不就一起洗脸吧。说的太好了啊，一起洗脸吧，这么简单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就跟他说，你说哥们儿，咱们也暧昧一段时间了，约你有点事，咱们一起洗个脸。太奇怪了啊！别理我，我是觉得他们说话太荒谬了，怎么能一起洗脸呢？太荒谬了啊！什么呀？荒谬了！没事儿啊，朋友，你就这样，你就找一天很自然，他约你的时候，你就很自然的出来，很自然的不化妆就行了。你如果实在是心里觉得那个什么啊，不自信啊什么的，你出发之前你跟他说一声，你说今天太仓促了，随便找个借口，太仓促了，来不及化妆了。哎呀，这个我这素颜我有点难受，要不今天的那个约会就取消吧，或者说，哎呀，素颜实在难受，我知道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见人了。你这种说，但凡是个智力正常的男的，他也不会说，那你赶紧给我化。但凡是个智力正常的男的，他就会说，哎，没事儿，我以前都不知道你化过妆，赶紧出来吧。大部分男的，真的，每次见面少装一点点，慢慢就习惯了，也是个办法。但以我小时候的经验，我真看不出来，我看不出来，我就这么说吧，大几大学生嘛，看不出来啊，根本不知道，根本看不出来你化没化妆。
还有9分钟发，没有眼线等于素颜，对，差不多这个感觉吧。这位小朋友，这位大学生，我再跟你说点那个刺激的、扎心的，你别太难受啊！我不相信以你这个小年纪化妆的这个技术啊，整个整个这些技巧啊什么的能有多好啊？别想了啊，给自己还不自信完了，还不知道他是喜欢我的外表还是什么？你管他呢，他喜欢你不就完了吗？喜欢就你这个人儿，感觉你人儿不错，就是喜欢你，行了呗。钱上有点难受的话，就以物易物就行了呗。找点素颜，能咋的呀？年纪轻轻的，对不对？年纪轻轻啊，蛋总是2个大学生的年纪。买点东西吧啊，这个那个新来的朋友点开销冠看看，随便买点。朋友点开新品看看，买点啥？买点东西吧。话题别聊了，买点东西。那刚刚这个大学生，那你更得听我们俩的啊！我现在是2个你了，你更得听我的，听我事儿啊！别想那么多，年纪轻轻的，年轻能难看到哪里去？对呀，对呀，不是就是难看又怎么样呢？朋友们啊，你们对吧 ？Look at me， 难看又能怎么样呢？不会怎么样的，开开心心的。哎呀，刚刚这个大学这个小姑娘，我再跟你多说两句啊。你如果老是觉得他嘎嘎啥都好，带你给你好吃的，约你散步看电影，完了啥都好，你老想着说，哎，我得化妆，我得为他好，哎，哎呦，我想嘛，他是看上我啥了？你下次你在约会的时候，你观察一下这个小兄弟出来见你的时候，洗头没洗头，穿的什么，打扮了吗？啊，干净又卫生吗？他有没有为你精心怎么样一下什么的？别想那么多啊，别想，是不是？还5分钟发券了，没啥，不重要，最后都不重要。青春呐，青春的脸庞，抹啥都是多余的啊。老了也一样，老了以后呢，抹啥都是来不及了，好吧，朋友们。所以呢，就是不用抹，就这样就挺好。有容貌焦虑，说明没有别的焦虑，挺好，也是个逻辑啊。哎，这说的也是个逻辑啊。但据我观察，这个有容貌焦虑的朋友啊，往往是有时候是因为容貌焦虑引起了种种焦虑，有的时候呢是因为种种焦虑，它最后归结为我经常看到这种，我观察到经常是这种现象。遇到很多人生上的坎儿，最后老往自己脸上想，不行啊，路在脚下，不在脸上。我因为李诞的直播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感情，太荣幸了。就是说，不能先对我有感情吗，朋友？因为看我直播对世界有感情啊？好吧，我的荣幸啊，我也很荣幸，谢谢，谢谢。但我的个人生活出现了问题，是一般给我来信的都是出现了问题，没问题想不起我，这2个问题非常的困扰我。我现在不光掉头发，我连眉毛都要开始掉。我男朋友吧。和我工作都很稳定，但是现在想分手了。分手理由第一是我父母不同意，第二是我自己觉得呀，确实也不合适。那得了呗，那后面不用看了，赶紧分。现在的问题第一是不知道分手以后该如何相处，没啥好相处的，因为我们2个人都不可能换工作哦，一个单位的，每天交集不是很多，嗨，但是也会天天看见对方哦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2个都是异地工作啊。彼此不仅仅是对方的恋人，也是这个陌生的地方唯一能够互相陪伴的朋友。分开以后，就只有自己孤零零的在这个地方啊！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或者排解那种孤独的感觉啊！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孤独了吗？你跟这个人如果在一起的时候不孤独的话，你们为什么会分手呢？你们俩分手以后，身边多这么一个人，少这么一个人，对你的孤独影响非常小啊，非常小。克服孤独是你一个人一生自己一个人的事情。一生一辈子的事情啊！不要想着这个，旁边有一个人你就这么回事，该孤独还是孤独，可能有个人更孤独，赶紧分了吧，别琢磨了。你就是怕孤独的话，你俩在一起也没啥好结果。哎，分了以后你会突然发现世界是吧，也可能又开阔起来了。但事情是这样的，前2周我在家里的楼梯上踩空摔倒了，滑了好几阶，扭到了左膝盖。疼到爆炸，立刻坐在楼梯上抱着左腿痛苦不已。我老公听到我摔倒的声音，没有马上来看我，而是等了4、5分钟，听到我一直在痛苦的呻吟，才勉强过来看了一眼，说没有骨头穿出来，没事，然后转头就走了。对，他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坐在楼梯上痛苦。我疼到完全站不起来，从楼梯上搀扶下去之后，事后1整天我都在床上待着，因为腿太疼下不了地，只能勉强自己起来上个厕所。在3楼我自己的房间啊，喝水吃饭呢都在2楼，需要上下楼梯，所以我没法自己解决，全靠我儿子帮我拿一些小吃和水。就这样我撑到晚上7点，从早上10点多摔倒到现在，只吃了一些儿子给我的小零食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硬着头皮一只脚撑着蹭下个楼。一下楼看到我老公已经做好了晚饭，并且跟我儿子一起吃完了晚饭，但没有给我留任何食物。我一下子委屈难过伤心，各种情绪涌上心头，跟他吵了起来。
我问他为什么一整天对我不闻不问，为什么摔倒不扶我，为什么不给我做点东西吃？他说不就摔了一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打篮球的时候也经常扭到脚腕，我也就一只脚跳到场边休息了。人家那些 NBA 球员打比赛受伤的时候，不也都自己站起来了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听完他这些话，我忍不住了，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。我委屈，我无助，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刚刚跟我办完婚礼的男人，是的，结婚5年来第一次在摔倒的前1周前办婚礼，他是如此的陌生，这婚礼没办好呀。这婚礼这日子没挑好呀，这啥破婚礼？你说你们这好死不死，这结婚5年办什么婚礼呢？办完能给办出来了呢？这办的是婚礼吗？办了个照妖镜子，对我如此冷漠，我甚至说不出什么反击他的话。但这种无法提供情绪价值的人，值得我们共度余生吗？特别要求，我是海外粉丝，求蛋总凌晨12点以后再念啊、哦！行，你在吗？我念了，你在吗？你在吗？看你叫啥？我看你在不在？骗我啊！骗我！我在，你可没在啊！我来了。你没在，骗我！我怀疑是我认识的人。你看这海外圈子是小哈，认识了？那你跟他说一声，跟你这个朋友说一声，说啥意思？12点以后再念，我做到了。他人呢？他和她老公的事先放一放，跟我们这个小卖部的事先算一算。在啊，他来了，你在啊？你好，婚礼办的怎么样啊？什么婚礼啊？是那种无论贫穷饥饿，是不是发誓的时候少了一项？无论贫穷什么富有饥饿疾病，你都不会离开我，就少问一条。摔断腿是吧？如果说是这个，无论是贫穷富有、疾病、衰老、饥饿，还是摔断腿，你都不会跟我分。你看这办婚礼时候少问一个，把这个摔断腿问进去好了，是不是？姐们儿，你觉得是不是？婚礼没办好啊，你问我咋办？你要问我咋办，我觉得能沟通还是沟通一下吧。你要让他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，你得好好坐下来。你说这真的太可怕了。你说我仅仅是咱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，我仅仅是把腿摔了一下，你就跟我说这么冷漠的话，对我不闻不问，我难以想象，咱们真的面对贫穷、疾病、衰老的时候，真的走向死亡的时候，我会怎么样？我害怕。你听听他怎么说，他要还是觉得不是个大事呢，那就赶紧吧，反正婚礼也刚办完，离婚也方便啊，抓紧吧，给你们的亲朋好友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是不是刚办完婚礼？耶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好吧，沟通一下，试试看，沟通一下，能沟通最好。他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就以后更麻烦。好好沟通一下，还是有可能脑子抽筋了，搭错弦了，一下那个没反应过来，好好沟通一下，让他冷静理智的，你看看他回应一下。如果还是那个德行，那就算了。但几个月前，在等咖啡的时候看到一位男生，当时就只觉得哇哦，这男的穿着粉红色的运动衣，被热到脸都粉粉的，蛮好看的哦。就这样，后面再也遇见也没觉得怎么样，可是直到最近遇多了，看着又有点好感了，想认识，可是不敢怎么办？老在一个咖啡店啊，自己也没有自信，想着他这样的应该不会单身吧，犹豫着如果真去了被拒绝，我应该会自闭几个月不出办公室吃午餐了，因为通常吃午餐都是在餐厅遇到的，我没有自信，也很内向，做什么都觉得好尴尬。希望您的回答可以帮助到我，或者像我一样的小姐姐们，也有可能没有像我这样的小姐姐。谢谢你，肯定有啊，没有朋友吗？没有同事吗？没有闺蜜吗？养蜜千日，用蜜一时，没有闺蜜吗？放闺蜜啊，派她出来啊，行动啊，让闺蜜上啊。说我姐们看上你了，粉红男孩 Mr. Pink， 你好，我姐们看上你，谈恋爱了吗？下回喝咖啡你们一起喝行不行？看上闺蜜怎么办？啊，算她倒霉。蛋总好，跟老公结婚4年，有个2岁的孩子。2年前，老公用我们的钱买基金，亏了几万块。同时偶然得知他还自己刷信用卡也买了基金，同样亏了几万块。对于他私自决定刷信用卡买基金的时候，真的很生气。后面再三警告他不要再这样干了，踏踏实实存钱。此后他发了工资，也一直留了一点生活费，剩下就全给我存起来了。我一直以我们在金钱上坦诚、目标一致而自豪。这2天看再见爱人，我又特地发微信跟他强调我们要踏踏实实的，不要总想着暴富。结果今天我竟然发现他瞒着我买了狗狗币啊，金额不大，他说就是试试水玩一玩，但是我看到软件界面是亏损的，我问他，他说没亏，是转出来了。我截图问网友，网友说就是亏了。得知他竟然不仅背着我搞投资，还骗我说没亏，我感觉不敢再信任他，也害怕他后续会发生投资亏光家底的事情，我该怎么做？一时间不知如何处理才好。存个死期，把你们全家钱挖出来存个死期，存个3年，看看能有没有改观。这不好借啊，这玩意儿上瘾啊。
这玩意儿不好借，只能让他得不到，有点钱还是会买的，这玩意儿不好借。可以听听我最新一期播客，你可以把我最新一期播客给他听听，你看看他有没有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，能不能稍微的改变一点想法。蛋总经同事介绍认识了一个同龄的男生，30岁，因为觉得条件合适，又抱着接触的态度相处了半个月，开始聊得比较热络，但是见过几次面之后没有想进一步发展。他人很好，只是我不喜欢的类型，所以决定 say goodbye 了。今天跟我妈打电话说这个男生说到他了，并表示不会继续了。我妈提了一嘴说还想着你们要是成了，通过这个男生的工作可以给你哥哥介绍工作呢。我哥哥大我15岁，创业失败，在大厂干体力活，妈妈很心疼。听到这个我特别反感，妈妈认为只要能帮到哥哥就可以牺牲我的感受，我非常不理解，但也没有继续沟通。老人思想无法转变，现在我只想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活。目前工作稳定，自己租的小房子，每天自由自在，生活无忧无虑。对于家人的期望我无法满足，只能在能力范围内予以帮助，但是没有想过寄托在未来另一半上。努力赚钱才是王道，自己开心同样重要。蛋总，你说我的想法对吗？对，非常对，特别好，这就属于这个直播没白看。非常好，但想问你该如何与自己年少的自己和解？这个就比较适合2点钟来了哈，这种 emo 内耗的，咱们2点钟来一个挺好。5岁那年父母离婚了，然后他们各过各的，我是被外婆和奶奶一起交替带大的。现在我已经32岁了，有个4岁的孩子，婚姻幸福。老公对我对家庭都很好，但是我与我妈妈一直无法和解。她现在来要我的爱，要我的陪伴，但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。从小到大，她在经济上确实没有亏待过我，但是在感情上是完全的空白。小时候为了见她，我会不停的给她打电话，但是她也不会来看看我。为了让她陪我，我哭过、闹过、求过，也都无济于事。小时候我妈每次打我，都是因为我想让她陪我。多么可笑的原因！后来我长大了也明白，我求不来。我妈开始夸我懂事了，不无理取闹了，但是她不知道这是我变冷漠的开始，让我自己不再需要她。直到有一天，当我发现我们是如此的疏离，她也年纪大了，开始有情感需求了，然后她回过头来开始对我好，开始向我索取情感的回报。可是这个时候我已经20多了。我的父母亲情已经缺席了20年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馈给他。这2年他总在说他已经有多么努力的对我好，多么尽力去弥补。可是2岁时想要的娃娃，在20岁时得到了，意义还一样吗？更何况因为我们的疏离，他其实从来就没有懂过我。他所谓的对我好，也只是他自己以为的对我好。我知道不论怎样，他都是我的母亲。理智上告诉我算了吧，放下吧。但是个人情感上我过不去，我孤独了20几年，一直靠自己，凭什么就因为他短短的几年就要我放下？凭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苦，他说错我就要原谅？可是身边的人又在不停的告诉我算了。我想知道我不原谅我错了吗？我该怎么与过去的自己和解？你身边都啥人？你身边都什么人？我的天，真吓人！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啊，小朋友，这位小朋友，这事情我是这么看的。你问问你老公，婚姻幸福，老公对我对家庭都非常好。你别问你身边那些人了，什么算了的。你跟你老公多聊聊吧，我觉得你身边这个可能就他靠谱点。怎么说呢？不原谅呢是你的权利，朋友，我觉得是这样，不原谅是你的权利，但是如果能原谅，那你就是光芒万丈吧，只能说，可能你就变成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了，就比现在还要了不起。那个时候你可能状态也更好，但这不强求啊，不原谅确实是你的权利，但是如果能原谅，你就确实是你就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但是那种原谅可不是被强迫，不是被逼迫，不是自己道德压力，不是，就是发自内心的原谅，不是为了原谅他，而是放过自己，不是说原谅了他什么，其实是放过自己，觉得这样挺好。算了，有一种无奈，原谅是相当有力量的行为。身边那些跟你说让你算了的人，真算了，这事儿不能算了。原谅可不是算了，原谅是一种相当有力量的行为，算了是特别无奈，特别没有力量。你要能原谅的话，当然很好，是很有充满力量的去原谅是非常好的。如果就说算了，那别算了，没必要算了。不原谅这是你的权利，没啥好。能原谅是很了不起的，但是你得看机缘，看你自己到底强没强到那种地步。如果我感觉你其实已经强到了那种地步，只是你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是吧？不想算了，确实不能算了啊，它就是原谅，不是算了，是我原谅你了，不是说咱俩算了，你对我的不好没有算了，你做的就是不好，但是我原谅你，以后好好的就行。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啊，你自己感受一下。旁观者能说多少呢？我只是跟你说，千万不能算了，姐妹儿，算了的话，你还是无尽的委屈。连带着你和你这个心里的小朋友无尽的委屈，不能算了，但是可以原谅。看他态度，索取，那他有没有付出什么呢？有没有道歉呢？就这个吧，休息吧，下次见。
拜拜了，朋友们啊，晚安晚安，做个好梦。